在非洲发生战争的时候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哪一方的中文水平高，那么哪一方的军事实力就更强。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，如果一名非洲军官不会讲普通话，那么他们会怀疑这个军官可能不会指挥打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自上世纪开始，非洲就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军事知识，例如步坦协同、3-3制战术以及坑道战术等等，还有领导力学习、武器使用等军事技巧。而接受这些留学生的，则有位于石家庄的机械化步兵学院、国防科技大学和南京陆军指挥学院，将他们称作非洲的黄埔军校也不为过。尤其是石家庄机械步兵学院培养的非洲学生更是精英，从这里走出去的非洲学生有5名成为了总统，8名成为了国防部长，100多位总司令以及不计其数的高级军官。这所步兵学院俨然是非洲军事人才的摇篮。在上世纪60年代，坦桑尼亚就开始陆续派遣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军事知识，开辟了非洲留学中国的先河。而坦桑尼亚也是受益最多的一个国家，在他们国家的阅兵仪式上，可以看见士兵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正步，与中国解放军如出一辙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还喊着1、2的口号。坦桑尼亚也将学来的军事知识运用到战场上，打赢了卫国战争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面对乌干达侵略，坦桑尼亚运用中国战术，以少胜多。上世纪70年代，乌干达暴君阿明上台，他在上台之后就难掩自己的扩张野心，首先就将目标放在了邻国坦桑尼亚身上，并随即发动了侵略战争。在阿明看来，乌干达军事实力足以站在非洲顶尖，不仅拥有数量众多的坦克与装甲车，还拥有超7万人的兵力规模，这足以荡平坦桑尼亚国土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坦桑尼亚派遣出去的军事留学生回国，他们利用学习的军事知识，让坦桑尼亚军队焕然一新。战争开打之后，坦桑尼亚动员了6万人负责后勤保障，并且购入了中国歼-6、歼-7以及50式坦克，在前线使用步坦协同战术，空军与论军完美配合，打得乌军节节败退。而坦桑尼亚前线的1万人马甚至直接打进了乌干达境内，朝着首都方向逼去。即便后来利比亚军队前来支援乌干达，可面临完全进化的坦桑尼亚军队也是螳臂挡车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至此，坦桑尼亚彻底打赢了这场战争。中国军事留学的影响力不止如此，在新世纪也有展现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苏丹与南苏丹爆发战争，竟是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比拼。2016年，苏丹与南苏丹爆发了一场战争，双方上演了一场水平极高的战争。可当人们仔细观察后，竟发现2个国家使用的战术竟都源自中国。原来双方昔日是一个国家，那个时候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前往中国军校学习，学成归来之后都成为了军事人才。如今分裂之后，战争爆发，苏丹与南苏丹阵营内都有着不少出自中国的军官，他们甚至能够在战场上使用普通话交流。也正是这么一场战争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目光，人们都看见了中国军校的培养能力。与其说这是一场国家战争，还不如说这是一场校园战争。